在澳大利亚，我曾经有多次被跟踪过，那后来也要报警，你跟澳大利亚的官方去联系这个事情，但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人是跟这个中国政府相关的。有一回我也是在唐人街附近，然后被一个个子特别大的小伙儿一下拍住肩膀，然后我看他也不特别像华人的面孔，然后我就心里一急，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啊，你是八德草？”我说：“对对对。”然后他说：“啊，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你的漫画。”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维吾尔人。”所以那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那么他就从人格上去抹黑你、侮辱你，说你的私生活混乱，说你是一个罪犯。这个英语叫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对于你的人格的一个破坏。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它是我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我因为其他的东西去牺牲这一部分的自由或者选择的话，那我本来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我巴德草这个存在就消失了。你们可以取消我的一次展览，那你现在怎么去取消呢？整个街头都可以作为一个美术馆。这句话，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我更了解这个地方，我跟那里的人有更紧密的联系，我跟那里的文化有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的创作也会更多的跟那里发生的事情产生关系。八丢草的这层面纱已经被揭开了，很显然，中国的警方是对我知根知底，不但知道我户口本上的所有的人。对，然后那个时候的抉择就是现在怎么办？要继续下去吗？还是不干了？对，你当时怎么想的？后来怎么决定的呢？当时其实我也是沉默了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我那个时间。我也画东西，但是没有发。我的推特账号完全是停滞了。包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纪录片怎么办？因为这都已经杀青了，就是最后的结尾，本来我们定的就是 OK， 这个香港展览的开幕是一个好的结尾。但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要怎么办？就在我沉寂的这段时间里面，当然我也会一直看我的推特账号我发现一直有人会鼓励我我，3、5不时会有人说八丢草去哪了？我们好久没看到他的作品。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在香港展览被取消之后，有人把我的作品打印出来。贴在香港的街头，贴在一个应该是一个新华书店的这样一个关闭的卷帘门，整个一面墙贴满了。所以，我看到这么多鼓励的信息，以及大家实实在在的 action，我觉得 OK， 我不想消失，我要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其实我是有预感的，那么并不能说这个事情就是从天而降砸到了我的头上。我是知道匿名这个情况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那要继续对抗它我就不能让我的身份成为他们的把柄，我就必须通过我的方式去告诉这个世界我是谁。所以后来我又找到这个我的纪录片的导演，我说 OK，我要给你一个最棒的结尾。他说是什么？我说政治出柜。对，政治出柜。我说咱们把我的脸露出来。我说我们藏了60分钟，藏了65分钟他说真的吗？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所以其实都是非常临时的一个决定，就是在一个朋友家的后院，然后我们就临时拍了一段，然后我自白说 OK， 我是八丢草这个就作为那个纪录片的结尾。然后纪录片原定是在2019年，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也是这个天安门事件的大年了，30周年的时候去放映这个纪录片。那么在这个纪录片里面，我把自己的脸露出来。对，
然后其实也风云际会，整个香港的局势又天翻地覆。那6月份就开始了反送中的游行，那我就觉得 OK， 我的机会来了。我现在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了，而且我对于香港非常的感激，因为之后，我的展览不能开之后，我刚刚也说，我受到非常大的鼓励嘛，许多的支持还有问候。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全力投入到这场香港人的运动当中。基本上就是没日没夜的画，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放到网上去让大家使用。然后我觉得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些作品的确被香港读者认可了，因为在这之前也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在给那个 Hong Kong Free Press 供一些稿，所以可能对于一部分香港观众来说，他们对我的作品也并不陌生。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可能我当天晚上画的，第二天他们游行了，那个画已经打印出来了，然后就在游行的队伍当中。是的，我当时在香港街头的时候，看到很多你的画。是，对，能看到。对。那我就觉得你们可以取消我的一次展览，那你现在怎么去取消呢？整个街头都可以作为一个美术馆，包括我现在背后的这个背景。也是在那个运动之中，我受到连农墙的启发，做了这样一个旗帜，也想表达一下对于这个香港抗争运动的支持，还有想找一个视觉符号去更好的推广它。明白。那后来让你也是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然后可能也是被中国更加封杀的，是你画的那组那个温妮的那个吧？对，维尼的话，因为怎么讲呢？画这个的吗？你是？我觉得我不是第一个画这个的。我觉得，我觉得是世上无英雄，遂庶子成名。因为画的人其实并不多。然后，我肯定不是第一个画，第一个它就是一个网络的迷因嘛，都是我记得应该是习近平去美国。去 David Camp 大游营的时候，有一张他和奥巴马的合照，然后有一个很有慧眼的网友就找了这样一个juxtaposition，就是对比一个维尼和跳跳虎，然后他就火了，莫名其妙就火了，所以我就也画了一组图。那么当这个 meme 成为一个主流媒体的讨论的东西的时候，那因为我可能自己的平台也比较大一些，所以自然而然的被他们所选取了，成为这个好像是一个维尼熊迷因的一个代表。但是我没有发明它，我只是乘着它的风浪去做了一些推广。所以你在这个之前，你在中文的就是尤其墙内的网络上还能出现名字吗？在这个之后你就彻底不能了吧？你从不能，完全不能。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更之前的那个女权的画之后就已经不可以了。当然，作品可能可以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个也是我觉得作为专职漫画家对于整个审查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当然这个是过去式了，我们现在它有许多 AI 的技术对于图像的侦测不一样，但是在 AI 技术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我觉得网络的封锁技术是基于词汇，对，对吧？你抓敏感词，只要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了，它这个整个段落就会消失。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相对固定的，你不管怎么去变换你的表达，你用的词是一样的，所以它只要抓住那个词就封杀了所有的意见。但是视觉语言它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画的画都有些许的差别，它除非是一个真人去阅读它，去理解背后的意思，它才能够做出审查的反应。但是在这之前，它总是可以在网络上生存一段时间的。当然现在又两说了，因为 AI 的技术它可以产生图，它也可以认知图，那对我们视觉艺术家来说挑战就更强烈了。所以实际的后果就一旦你出了柜，你当时就没有露真脸的时候，你家里人已经都被识别了，都被骚扰了。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其实很多媒体在聊跨国镇压的时候，都会专门找你聊。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就是多维度打击啊，从这个网上的虚拟空间，就是首先有许多假冒的芭蕉草的账号，如果你去推特或者 Instagram，那是海量的，我都拉黑也来不及。其实我之前跟推特Elon Musk 之前推特公司还是比较正常的时候也跟他们聊过，他们也没有办法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那每天都会有私信进来说你完蛋了，你是一个什么叛徒，然后各种各样的用 AI 画的漫画，关于我的漫画，回头我可以发几张给你。对，去调侃我或者是编造故事啊，我觉得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在艺术上，或者在这个政治的理论上面，或者在一个论述上面去抹黑我或者战胜我，那么他就从人格上去抹黑你、侮辱你，说你的私生活混乱，说你是一个罪犯，这个英语叫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对于你的人格的一个破坏。那么其实，在物理空间也有许多比较危险的事情。在澳大利亚，我曾经有多次被跟踪过，那后来也要报警，你跟澳大利亚的官方去联系这个事情。但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些人是跟这个中国政府相关的啊。有一次警察的访谈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基本上是澳大利亚各个层级的警察都聊过了，从所谓的片儿警、地区警察到州警察到联邦警察。有一次是跟州警察聊的，有一个侦探 detective 跑过来，也是一个朋友帮忙联系的。然后这个侦探他是organized crime 的警察，也就是专门研究黑帮的警察。为什么派他来呢？因为他们觉得，大使馆可能跟本地的这个华人的帮派有一些联系，然后他们会叫华人帮派的成员去帮他们做一些 dirty work，做一些脏活，比如说监视啊、跟踪啊。所以那一次我也是，他们给我出示了很多照片，说你有没有在什么场合遇见过这些人，你可不可以指认他们？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可怕的信号嘛，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些所谓的间谍是专业人士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去考虑一些外交影响在形式的方面会谨慎一些。但如果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黑帮的中国政府临时工的话，你很难去想象他们做事会有分寸。所以，这样一种威胁在生活当中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而且，它的这个 pattern 基本上就是，如果我在澳洲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活动也好，公开演讲也好，或者说是能有机会做展览也好，往往会有大使馆的人来拍照片，或者在那个前后，我可能会被跟踪。这样，所谓的跟踪，他是真的要跟踪，要掌握你的信息，还是他只是想吓唬你，告诉你我觉得是 your watch， 在宣示他们的存在。我知道可能好多媒体都问过你这个问题，所以你害怕吗？就是这个，我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公开的说我怕了，他们可能还挺开心的，但是就是你这个现在的状态心理是什么样子？因为艺术家他首先你就是已经是一个公共的表达，但如果老是有这么一种被跟踪、被 watch、被监视的这种恐惧感，这个对你是一个什么状态的影响或者心态的影响？这是我的问题。就是你会愿意承认自己怕吗？或者不怕？还有就是这个实际的这种恐惧的影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客观的危险是我没有办法去选择的，因为我既然决定要继续从事这个艺术的工作，这个就无可避免。但是害怕是一种情绪，是可以自我去调节的。你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当面临一个非常临时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人的本能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是肯定会有一种恐惧油然而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害怕不足以去阻止或改变我的行为，更加不可能让我做自我审查，因为是这样，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它是我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我因为其他的东西去牺牲这一部分的自由或者选择的话，那我本来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我巴丢草这个存在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是我更不愿意或者更害怕付出的代价。那建筑在这个之上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或者在媒体或者公众平台去呼吁，去把这些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事件去曝光出来。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曝光度和话语权的话，国际的影响力还是能在安全上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当然，这个作用比较有限不可能把这些所谓的跟踪或者骚扰完全的隔绝。但是，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他们去做非常出格的事情。但是照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以及全世界的这种非常混乱的开端，展现开来，可能这个微妙的平衡会被打破。我觉得在将来，可能像我们这样的译者会面对更多的实质性的骚扰和伤害，不单单只是网络上的。当然，其实还有一块我刚刚没有提的，或者说是让我最恼火或者没办法的事情，就是在艺术界的自我审查。这个是我的勇气所没有办法去改变的问题，因为它需要所有人都有勇气，或者所有人都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观念。那我现在在澳大利亚，我是澳大利亚公民，但是我在澳大利亚鲜有机会做任何的展览。我可能唯一的平台就是我给当地的这个 The Age 还有 Sydney Morning Herald 这两家媒体去做一些漫画的稿件。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一个画廊代表我，没有一个这个官方的机构和邀请我做任何的画展，这个是一个非常令我失望的事情。那当然，在欧洲我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其实近年我也做了几个比较大型的展览，但是每一个展览都是一样，就是当地的中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会通过打电话、写邮件，甚至亲自登门拜访没有这个 appointment， 没有预约的，亲自登门拜访，要求这个展览取消，然后威胁说展览不取消的话，这个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会破坏这两国之间的这个外交的或者经贸文化上的交流。那么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是在愿意举办我展览的这些机构，他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去把我的展览继续开下去。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所实现的是，在每一次骚扰当中，他为我将来的机会造了一堵无形的墙。也就是说，这种骚扰不是一个可能性，而是100%他们会以某一种方式上门威胁的。那么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对于未来想要跟我合作的机构或者画廊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并不是我可以说大部分的艺术机构或者画廊都没有这种勇气和远见去真的支持异议艺术家，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块。所以你说的是这是澳大利亚的状况，还是整个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澳大利亚是根本没有展览，欧洲的话非常少有机会，但是一旦开展览，一定会受到非常强烈的这种中国官方的从外交层面的阻拦。你在华沙曾经开过一个展览，也是直接就是中国使馆就上门了，是吧？对。但是这个展览还是办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展览办下去了，对，这是我们这个美术馆叫 Ujazdowski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就是这个展览刚刚在网上宣布的时候，当时我已经在华沙布展了，刚刚宣布，上午宣布，下午，应该是波兰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参赞，他叫姚东业，亲自登门拜访，不告而来。
然后直接要求见这个馆长，说你这个展览不行，我们要抗议，我们要它取消掉。抗议的理由是什么？抗议什么呢？这个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展览的内容是一个虚假的信息，然后当然他们也会用一些说这个是反华啊或者种族主义的这些话语，去给他们的这种理由做一些正当性。所以他给的就是不管是澳洲也好还是欧洲也好，给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对，伤害人民感情，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对，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我要指出来啊，就是在这个整个事件之后呢，中国大使馆出了一个官方的通告，是用中文写的，但是你知道，他们一直骚扰我的一个缘由就是他们觉得我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是他们的一个 property。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对我的这种管控的权限，但是在他们官方的这个通告上面，他把我的中国的身份完全抹去了。他说我是一个反华的澳大利亚艺术家，没有提我是一个华裔的艺术家，完全没有。可是就是像你这种这种批判力度的世界级的现代艺术家或者说漫画家有吗？他们有受到类似的骚扰吗？这是我的问题。还是说就是因为你是个上海人，他们觉得你背叛你的祖国？你说其他国家的吗？还是说对，我想跟中做的是国相关的？横向比较嘛，就是说，就是在你所知道的，在其他国家的，不是中国人，就其他人、其他艺术家，他们如果有强烈批评中国的一些作品，有这么批评中国的应该没有骚扰吗？我在我印象里面，因为批评中国而受到这样骚扰的没有。也就是说，可能这种跨国镇压和跨国骚扰，针对的其实还都是中国人，就或者原籍是中国的人。对，因为他有更多的把柄嘛，他可以威胁你的家人然后他从自我的认知上也觉得 OK，我们对你的这个可以虽远必诛嘛，因为你还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反对的都是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形象啊、感情啊，还有具体讲吗？说哪个东西的叙事有问题，或者什么有问题？他们不敢，他们具体谈的话就是一个大新闻了。比如说，他们说习近平不喜欢被比作一个黄色的熊，那这个就马上帮助，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 catch-22， 是它一个自我矛盾的地方。他如果说的太细的话，他就把红线标得很明确，他反而对于我的作品是做一个描述和推动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说得很明白，对。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现在每天 day to day 就是日常的这种生活，你说你从留学生的时候就是孤独的，你现在孤独吗？我觉得现在还好，因为留学生的状态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留下来，不知道能不能毕业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现在来说的话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会好很多。但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孤独的，特别是在于这个艺术家群体里面得到的共鸣会很少。真的，对，特别是是这样的，我觉得当代艺术，当然漫画家会好一点，漫画家里面也有他的问题，我们这个之后再谈。我觉得从当代艺术家做美术馆展览的角度来说，政治艺术从来就是被视为非高等艺术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西方主流比较保守的人依然会觉得 art for the sake of art， 那就是艺术必须为艺术而生。如果艺术是跟社会议题相关的，那个就不是纯艺术。这个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主流。当然，如果我们要追本溯源的话，这个东西产生的根本其实是对政治干预艺术的一个反叛。但是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许多人都把这个根忘记了。他们觉得所有政治的表达可能都是一种污染。我们只要做纯艺术，只要做这个感官上或者概念上的探索，跟实际落地的生活不需要有联系。那当然扯远了讲，我觉得其实这种抽象化的把艺术跟真实生活割裂的状态，也为许多的骗子提供了土壤，因为他们不需要解释嘛。
你看不懂是你的学养的问题，不是我的创作的问题。但你要他自己解释，他说艺术是不可说的，就是有一种非常诡辩式的对于自己的辩护。那我对这种系统比较深恶痛绝的，但是从我对这个当代艺术的整体的了解来说，可能更多的艺术家或者艺评人士还是倾向于这种纯艺术的东西，他们会觉得为政治的艺术是政治，不是艺术。那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政治艺术家或者政治漫画家，让你觉得还是有一个团体感，或者说就是仍然很孤独，大家都各自顾自己的政治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是，可能如果有一些所谓 dissident artist，就是这种意见表达，他们可能针对的是跟自己国家相关的，所以好像也没有精力去管别的国家的反抗，自己生活还像好多要批判的事情。对，会有一些，就是我在澳洲，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首先，漫画家的这个圈子并不大，它是说白了，它是一个夕阳产业，特别是在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因为政治讽刺它已经是一个非常被习以为常的东西，所以你去看那些艺术家，基本上也都是老白男，它是一个 dying industry，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非常棒的年轻的女性的政治漫画家在活跃，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从整体上还是很少。然后澳大利亚的问题就是，我一直想要去鼓励其他的澳大利亚政治漫画家去多做中国议题，因为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复杂且紧密，我们在经贸上有许多的互相交织的问题，也有巨大的矛盾。其实如果从外交层面上来讲，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花那么多跟美国相关的，而不去投注于相对一样的比例于中国，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对澳大利亚来说更大的威胁，不管是从文化、经济还是从军事上面。但是很少有人去碰触这样的话题，原因有2点。第一点是因为他们觉得对中国不了解，第二点是因为他们害怕因为批评中国政府或者习近平被冠以反华或者种族歧视的帽子。那么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的这个 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是特别进步的，或者特别这个左翼的。那么澳大利亚其实又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殖民史，的确是种族主义的发生对原住民的伤害，所以导致了澳大利亚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他们非常害怕被贴上那个种族主义的标签。那中国政府非常知道这一点是一个可以打的牌，是一个很棒的这个 narrative，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去禁止掉几乎所有的声音。那么反映在政治漫画家的创作的议题上面，或者议题的选择上面，就是他们会刻意的减少或者避开。所以他只是批评中国，还是批评其他的移民？所以当左翼艺术家批评中国的时候，就说你是排外，说你是反华，这两个还不一样，是只是批评中国会这样被戴上帽子，还是批评移民都会被戴上这样的帽子？还是因为他批评，所以就拿移民来批评他？我觉得这样，比如说批评美国，没有人会说你是歧视美国，或者批评英国也不会。但是从中国来讲，它是一个，我觉得所有的批评，它都应该去精确的选择你批评的语言去避开，的确应该避开种族歧视的这种indication 或者暗示。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你去自我审查或者不批评的原因。但问题就在于，一旦你做这个东西，中国政府他就会借题发挥。他可能不会去找这个漫画家本人，但是他会通过一些在澳大利亚的代理人，所谓的这个 community leader 华裔的领袖，来对这个媒体发起攻击，去用一些高帽子说你是反华或者怎么样。华裔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重要的移民群体吧，在本身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力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大选的时候，特别边缘；有大选的时候，就又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
澳大利亚也要马上面临罢选，应该是可能在明年3月就会提早进行。现在从澳大利亚的2个主要政党来讲，一些华裔比较多的选区都是他们角逐的焦点，因为有一点摇摆。但是比较可悲的事实就是，华裔的选区往往是受到这个中共的渗透还有影响非常严重，所以现在2党都在争相展现一种对于中国示软或是示好的姿态。因为现在是工党执政嘛，工党觉得现在的这个政绩之一就是跟中国破冰。在之前的这个贸易争端之下，现在红酒也开放了，龙虾也可以卖了，矿产品也可以卖了，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credit， 他们的这个优势。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会尽量的对中国做出更低的姿态，去迎合中共的这些叙事。那么原来在反对党的立场来说，他们是对于中共的威胁有非常多的警示的，也是在公众的发言之上和媒体之上，对于中共有许多的这种对于公共事务的警告。但是现在那些比较敢言的议员也在转变他们的风向，因为整个政党的风向在改变，因为他们知道那几个摇摆的区域是非常关键对于整个大选，那恰恰那些摇摆区域有中国选民比较多的。那你的处境会不会接下来会更差呢？你有没有担心？对，其实我觉得澳大利亚非常失望，因为我刚刚提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没有许多的工作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公民又会受到相当多的威胁，并且我们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中国的立场一直很暧昧，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澳大利亚有过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就是当时是自由党上台他的我们的总理叫 Malcolm Turnbull， 他是在澳大利亚率先介绍了一个Anti-Interference Law， 就是对于境外影响干预的这样一个法案。那这样一个法案尽管是比较笼统的名称，但是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针对中国的影响力的。那在那个之后，其实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有一个急转。然后当另外一个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上台之后呢，又是疫情期间，那澳大利亚是对中国提出这个新冠溯源的几个国家之一。也因为这个起点，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打贸易战，取消了许多产品的这个进口或者提高了关税。那么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这个贸易壁垒的关系，让澳大利亚的经济不得不跟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脱钩，以及寻找更多的其他的海外的 replacement 的这个市场，代替的市场。然而，在就是大选之后呢，工党上台了，他们把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又完全的转了回来，把所有对于疫情之后的贸易的压力去把它押宝在跟中国恢复经贸关系，然后去改善经济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澳大利亚，我刚才也想问，就是因为你其实反复的最近在引到媒体关注的话题，都是因为这个跨国镇压，尤其针对你这种很具体的做针对中国的批评、政治批评漫画，但你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原籍是中国的这样的艺术家，好像基本上所有的讨论都是在针对这个角度。那如果澳大利亚本地政府他的态度很暧昧，甚至他是不确保能够保证你的安全的话，你的处境会非常不好。是，我觉得其实澳大利亚政府可以做的非常多，但是都没有去真正的实行。因为我也跟政府还有当地的警察打过多年的交道了。其实我一直希望的是能够
创建某一种保护的机制，特别是在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些大型的活动的话，应该当地的警察给我们家庭或者给予我们的这个活动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持，并且在我们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有比较迅速的反应，而不是说，去走一个比较官僚的通常的流程，因为那个时候往往就是太晚了。但是像这些机制其实都没有很好的去产生。那从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来讲呢，我觉得这种自我审查也从来没有被澳大利亚所真正的这个重视过。似乎这些审查都是可以被默许的，对。明白。那你除了这个之外，你现在的生活是，就我想问的其实是你现在日常的生活，就是你的创作灵感来自哪？你每天生活觉得每天睁开眼睛获得的力量来自哪？生活上的朋友啊什么的这些多吗？因为很显然的你是肯定回不了中国。对，生活来讲，我的生活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觉得做艺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很难把工作和生活区别开来。因为你说艺术是一个兴趣爱好吗？是一个娱乐吗？还是一个工作？可能我更担忧的就是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多的工作。那其实每天早上起来也很简单，就是看各种各样的新闻，然后去寻找一些社会的热点然后就等于自己给自己开一个编辑会议，然后看一些有哪一些东西有灵感，会非常有欲望去创作。之前我其实花了很大的一个时间是在创作我的第一本这个 graphic novel 漫画小说。其实我专门在讲这个的。对，因为你问到嘛，所以大概有3-4年的时间，就主要的工作都是这个，因为他的工作量非常的大，篇幅也非常大。我现在等于是刚刚脱了一层皮，从那个状态脱离开来。对，其实是有一点这个空窗期的感觉，就是又回到了碎片式的这个漫画的创作。那你有朋友吗？就是圈子内外的，就你日常的朋友跟你，因为你老有被跟踪，会不会影响到你交朋友或者对别人的信任感？朋友就非常麻烦，就是可能我对于华人的社区会很警惕一点，甚至我会觉得去唐人街都是一个没有必要不要去的地方。从朋友的角度，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记者啦，然后有一些其他的异议人士啊，比如说，有一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在香港这个送中之后呢，有许多香港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那么我觉得可能在香港的社群里面是觉得相对自在和安全的，因为毕竟大家都有共同的这种价值观的构建。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去唐人街的话，你会担心会被认出来，和对，第一反应是，如果认出来是不安全的。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其实也闹过好多笑话。有一回我也是在唐人街附近，然后被一个个子特别大的小伙儿一下拍住肩膀，然后我看他也不特别像华人的面孔，然后我就心里一急，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啊，你是八德草？”我说：“对对对。”然后他说：“啊，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喜欢你的漫画。”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维吾尔人。”所以那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就对，有过这样子的状况的发生，但是其实也蛮可悲的，因为作为一个华裔，但是你在自己的社群里面反而会特别紧张。你现在因为你的名字、你的形象肯定在中国境内是出现不了了，对，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因为你还是针对中国的议题在主要的表达，但是我能看出来你这2年其实越来越走国际化，就你越来越像一个全球的艺术家，就是你的针对的主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了。对，但是你肯定内心还有一块，就是你还是对你自己在乎的议题最关注，你肯定还是想画跟中国有关的事情。可是你画的这些东西，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看不见的。
空洞是总是在的。对，我觉得是这样的，艺术除了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表达的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记录。这个记录是未必一定要被看到的，或者未必一定要在现在被看到的。但是如果有这份记录的话，那么在未来它总有机会可以被更多人看见。但如果现在不去做的话，它就会在时间的指缝当中悄悄地流走。那而且我觉得，即便从记录的角度来讲，可能在中国，你只是做记录的话，也会有相当多的风险。那么，我现在身在国外，我觉得我有这种义务和责任去做更多的事情，即便它还没有被我最关心的这个群体所看到，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悲观啊。我觉得，因为中国的体量是巨大的，然后即便只有一小撮人。用 VPN 上网或者润出来，那其实我们在面对的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然后这个群体，也有它的希望，也逐渐会产生它的力量和能力。那么，如果说能够有效的跟这一部分华人的群体做沟通的话，也相当有意义。其实我还想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自己也觉得蛮神奇的。因为刚刚提到我画这个刘晓波和刘霞的画，那么在刘霞从中国出来之后，我曾经也有幸跟他见面，然后聊天。他告诉我一个事儿，就是他说我画的这个简单的线条画，他其实在中国就见过了。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你在这种铜墙铁壁的系统之下，你是怎么能见到的？他说是这样，他有一个可能有非常少部分的朋友可以过很长时间见到他，然后有这个朋友呢见到了我的画，他把我这个画刻在一幅图章上，然后拿这个图章作为礼物送给他，他是在这个图章上第一次见到了这个线条的画，所以我觉得我大受震撼。我觉得 OK， 如果刘霞能见到我的话，那么在中国其他的人谁说没有可能也会见到呢？而且我始终觉得，艺术作为一个不太一样的语言的形式，我不在乎它有没有我的签名或者是我的固定的风格，但是它好像还是能够找到墙与墙之间的缝隙，去被别人见到。还有一个问题，老有我看你在推特上其实也是艺术表达或者政治立场表达都很鲜明的，就你很多时候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了，就我说的是这个西方意义上的。Okay. 还有人说你一言不合就拉黑，所以这是个比较宽泛的问题了。就在现在这个乱世哈，你看不管是这个地域政治，还有你来自中国这个背景，但你要面对中国无处不在的这种影响力威胁和你的这种身份的随时的被批评，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就是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的表达者，你希望有更鲜明的立场吗？还是说你其实你可以变得更所谓更普世。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是必须要在一个批评中国的这种状态下一直下去呢，还是其实你其实越来越没那么所谓的反共，你其实可能想的是一些更高的，就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还是说，如果等中国你跟你这个身份越来越远，因为你自己也说你现在是澳大利亚公民，其实早晚要面对一个，就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艺术遗产。就是你希望最后被记住的是，永远是因为他在批评共产党，他在批评中国政府，然后他被流亡。这个还是你其实会想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更普世的一些表达，但是又要表达一些鲜明的立场。我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最近在想和观察的一个问题。我没有特别清楚的看出来，但我觉得作为朋友和互相都在公共层面看的，这是我的一个跟你的
请教吧，就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就我，对对，我觉得是这样。首先，人肯定有很多面，所以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创造的这个形象，未必是我们真正的自我。当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其实运营社交媒体的账号，他是有一些目的的，或者他想传达一些消息也好，或者他想设立一个人设也好，或者自我的品牌也好那么当有人以这种动机去处理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处理的角度就可能会更圆滑一点，或者更没有那么多棱角。因为它是有一个背后的动机或者目的去做的。那作为我来讲，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我们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孤独啊，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去真正展现自我，在现实当中的这种困境。那么，其实我从和社交媒体的关系来说，我是想尽量做，比较没有修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我，我的真实的情绪和感情，我并不会因为觉得OK，我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要用一些特定的词语，或者避开一些很个人化的表达，那个并不是我喜欢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真实的社交空间已经够闭塞了，那在网上，请让我变成自己吧。那当然，这个释放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比如说拉黑啊，跟人家吵架啊，表现的过于犀利，甚至有一些刻薄和不近人情啊。但是我想也请公众理解，作为我们这种生存状态的人来说，其实能够保存一个相对完整和真实的自我，即便是在社交媒体上，对我们自己的身心的平衡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已经过得够压抑的了，我就不想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继续装下去了。对，那还有一点，比较实用的就是拉黑的话，我就网上有一个原则就是 don't feed the troll，那么这是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投入重要的精力，如果陷入到无限的骂战当中，就没有办法去真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拉黑作为停止这种恶性的交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方式。当然，这个拉黑也不是我剥夺了你的言论权利，我只是不想再跟你继续交谈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要对拉黑有一个特别形而上的或者说价值上的反对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从我的终极目标或者说是这个目的来讲，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人最大的敌人是死亡，那这个是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和消失。但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有些听众会觉得无聊啊，但是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些哲学的想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帝王还是什么样的身份，人最终所要挑战的是死亡，或者是时间。是在漫长的时间当中，你的存在感被消亡掉。那么我们翻遍历史的书，除了帝王将相之外，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好像能够超越历史、战胜死亡，那么就是艺术家。很多的艺术品是可以流传下来的，是可以记录当时的时刻，并且在将来保有价值，被反复的、重新的回顾。那我其实一直想做的是这样子的艺术。但是同时，我觉得对当下社会又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因为艺术家本来我们是掌握相当大的话语权的，我们的语言是有很强的这种情绪也好，或者说是精神层面的感召力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矛盾的。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如果我们看艺术史的长河，有一些艺术家被记住是因为他们突破了原来表达的方式。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或者感官上的创新比如说印象主义，比如说抽象画那种各种各样的流派。但是还有一些艺术家，他们被记住是因为他们记录了当时的人的生存的状态和这种
挣扎和抗争。比如说西班牙的艺术家戈雅，他的作品可能没有那么的美，或者没有那么的在艺术上跟原来的油画有不同，但是他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他记录了战争时期的残酷，他记录了人的疯狂，在那个时期人的疯狂的程度，是因为他记录了甚至有一些边缘人群，比如说是战争遗留下来的残疾的人，或者说是本来有先天畸形的人。那他的作品同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是被人回顾的，因为他有这种怜悯心，并且他有对这个时代的敏感性。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我没有足够幸运出生在一个只要创作 art for the sake of art 的时代或者环境里面，我出生在跟戈雅更相近的这样一种比较痛苦的充满挣扎的时代里面。那么我的责任就变成了记录这个时代。不管这个时代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或者是以其他为背景的，那么回到我们作为艺术家原初的状态，就是你还有一个要强调，就是真实性。你要感受这个真实，你要表达这个真实。那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被这个国家所残害，然后我现在得以脱身了，然后这个国家的政权变得无比强大，它又可以无远弗届的去影响许许多多其他人，即使离开这个国家人的生活。所以我并不觉得，如果我只表达中国，必然是一种局限。反而它有它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那么当然你也说到，我其实不光只是做中国的议题，我会接触其他的议题。那这个其实是因为价值观上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笃信普世价值的人，或者尽管他在现在我们可以说非常的失望，比如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于中东问题的关系，有许许多多人权的问题在历史上，在现在。但是我愿意去相信普世价值，就它是一种信仰，它不一定现在就存在了，但是我觉得它是美好的，我愿意相信它。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它本身它是一个通用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是应该被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箍在中国的问题之上，那同样的标准应该被用于澳大利亚，用于美国，用于欧洲，用于中东所有的地方。那么在我能力所及的，在我知识范围，在我感受所及的这些话题里面，我也愿意去创作，我也愿意去抱以同样的热情。但是还是这句话，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我更了解这个地方，我跟那里的人有更紧密的联系，我跟那里的文化有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的创作也会更多的跟那里发生的事情产生关系。哇，你这段话讲的真好，就是反而把我没理清楚的问题，你给答得很清楚。OK，所以现在我们要很认真，我首先要祝贺你，你跟这个 Melissa Chen 你们出了最新的这个 graphic novel，感谢。然后你认真的讲一下你这个书的目的，是叫什么？是 Join the Revolution 是吧？它叫 You Must Take Part in the Revolution。你们3月份现在开始预售，但是3月份要正式出版的这本 You Must Take Part of the Revolution。Right？ 对，所以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必须要参与这场革命。当然你是有3个身份的小孩儿哈，3个主人公的一个故事。你讲一下这个书的立意，还有你跟 Melissa Chen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本书？你们希望这本书来传达什么东西？对，其实这个项目大概是在4年之前，也就是疫情期间我们开始讨论的。因为疫情的时候可能封锁在家里面，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事情去可以干，正适合干一个比较长期的项目。那我作为一个
单幅政治漫画家来说，其实我对这种连续性的sequential art 有很浓厚的兴趣，但是可能由于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能力还不够自信，那我就一直希望跟一个有语言能力非常强的人去合作做这件事情。Melissa 是我的合作者，那么她也是一个老牌的西方媒体记者，她曾经在中国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驻华记者，然后应该是当年第一个被对中国政府赶出来的洋记者。那其实我跟他都对中国的事物非常的有感情，然后特别是在香港和台湾这一块儿。那我的故事刚刚大家已经听过了，我跟香港的这些羁绊。那么 Lisa 呢，她其实是算半个香港人，然后半个台湾人，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她在看到香港的这个惨状的时候，心里面有多痛苦。那我们就非常想做一个漫画的形式，而不是说特别严肃的这种学术的讨论的形式，去设想一下将来可能遇到的在基于中国和美国冲突下的这些国际的困境。那么其实我觉得漫画跟其他的文章和媒体不同在于它的受众不一样。当我们在做政治表达的时候，特别是严肃政治表达的时候，往往会非常局限于观众。那么但如果我觉得要真正改变这个世界，只跟一部分人沟通是不够的。我特别对这种pop art 或者pop culture 就是这种流行文化感兴趣。那我们知道这些漫威啊、蜘蛛侠啊、钢铁侠这种形式，其实在青少年或者在更大众的这种审美当中是有非常强大的力量的。所以我跟他 Melissa 就一拍即合，我们说OK，我们不要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会讨论非常严肃的议题，但是要用这个 graphic novel， 要用漫画的形式去表达。而且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创想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并不用局限于传统的这个可能 journalism 或者记者的这个窠臼里面，他可以说一些大胆的想法，在他平时的报道里面所被限制的。那作为我来讲，我也非常期待可以跟他一起写这个故事，然后把它画成一个漫画的形式。但是我觉得所有的故事最后还是要着眼于个人的命运。尽管我们想讲一个非常宏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这本书里面，我们想象中美发生战争，我们想象台湾被分裂成像韩国一样有南北之分，我们甚至想象了香港的抗争并没有因为新冠而停止，而是持续的继续下去，所以它有一点架空历史，然后慢慢创想一个平行宇宙的感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是个人的挣扎，在这种社会大事件里面的选择。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战争、台湾、美国、中国是这本书的主题，不如说个人的选择和变化才是这本书的主题。这三个主人公他们分别来自不一样的背景，有香港本土的一个女孩，有一个华裔的 ABC 到香港工作的男孩，然后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孩。那么他们的命运如何在这种非常疯狂的历史的漩涡当中展现和挣扎出来，我觉得是我们一定想要探讨的东西。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我的祖辈的面对的选择和命运，离开中国还是留在中国，到我这一辈自己，我是离开中国还是留在中国。我觉得从这种角度其实这本小说里面也会有许多个人化的表达。那么在大时代又来临的时候怎么才能去摆脱这种无力感，又怎么才能在行动当中保持自己的理性或者当你选择错误的时候，你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要在这本书里面探讨的。我听着是个很棒的故事，就是对，虽然什么都没讲，听着是个很棒的故事，因为你虚构嘛，小说就是这样的，就它可以随便的对号入座，但你没办法对号入座，所以可能对号入座的就是我们都很了解的这个时代，可是他的人物的他是
虚构的，但是他的人物要面对的挑战和自己的这种命运，在整个时代中的选择又是有共性的，很棒。我希望大家谢谢大家去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你们2个创作者、艺术家谢谢这样的努力。对，然后明年你们也要专门在各地方要做一些宣传吧。我看你们已经在发那个什么作者签售本了，希望大家能够预售哈。对，谢谢。所以你是要在网络上卖，也要同时就是都是因为 graphic novel 一定要拿在手里，是像卡通书那样去读的，是吧？对，基本上一开始还是以实体书的形式，然后才会做这个电子版的，然后明年是对，所以这个书是在美国出版，对，在美国出版，然后其实在美国出版有很多好处，因为好像全球市场对于美国的出版业更认可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美国出版之后，可以在其他的国家翻译成不一样的语言。那当然，作为我来讲，我特别期待是它能够有一个华语的版本，比如说在台湾可以出版。对，你刚才说明年是什么情况？让我打断了，不好意思。对，我说明年就是我们一定会来到美国，然后在这个书出版的时候去做一些宣传或者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对，好呀，那个时候到美国，我们再有机会再具体聊这本书。好，一定聊一下市场对这本书的反应，那时候就可以作为作者签售的或者做一个 book talk 那种形式来聊了。对，所以我刚才在听你说，你刚才讲的那番作为艺术家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开头的时候希望你介绍自己嘛，那如果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在想问你，你要怎么样定义你自己，或者你未来几十年等你，也许太早了这个话题，但未来几十年你最后希望大家因为什么而记住你，或者你的目标是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艺术家，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回到八柳草这个名字出现的本身，我觉得我还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普通的人，然后创造了这个网名，开始做一些表达，然后因为一些运气和其他的原因受到大家的喜欢，还有受到一些平台的支持。但我想说的是，这个经验是可以复制的。我并没有特别出众的才华，我可能被大家认识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艺术的创作者，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块出现，所以我相信其实将来会有更多的艺术家或者漫画家或者表达者，可以走上这条路，可以让自己被大家或者被公众所认可、所知道。那在将来的话，我就希望能有更多的八柳草啊，或者这样的人物可以发声。作为我来讲的话，那到时候我就可以去画一些真的花花草草，画一些只跟艺术相关的东西了。当然，我觉得现在的整个世界的状况，可能不太允许有非常积极的幻想。那我觉得说真的，可能将来，就是眼下要面对的这些困境和战斗会更加的激烈。但是我觉得巨变之下也必然会有机会产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代的洪流当中，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和力量。然后去迎接这个改变吧，因为它马上就会来了。好的，谢谢你，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好，谢谢。好，我期待明年在美国跟你讨论那本书哈。期待。好。好嘞。